囚犯有一个特殊癖好，每次在放风的时候，他都会故意接近狱警，随后偷偷观察对方腰间的钥匙，等回到牢房，再细致地画出轮廓，哪怕是一丁点的偏差，他都会耐心地再来一遍，只为做到完美无瑕。不仅如此，每当凌晨3点，他都会悄悄点燃一根火柴，仔细观察牢门的锁孔，接着撕下一张白纸，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上面。很快他便得到了轮廓，然后再用铅笔将形状描绘出来。等做完这一切，哈特又准备了一个纸卷，慢慢地插入锁孔，随后用铅笔按压底部。经过2万次的摩擦之后，哈特成功得到了锁孔的深度。可即便如此，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制作钥匙的材料却成了难题。到了第2天，哈特趁着洗澡的时候，将情况告诉了狱友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。经过2分半的思索，狱友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但却十分的危险。为了自由，哈特只能冒险一试。于是在木工房劳动的时候，他趁着狱警不注意，偷偷拿了几个结实的木条，打算藏在保温杯之中，想以此蒙混过关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在临走的时候还是发生了意外。由于太过紧张，哈特没有控制好面部表情，而狱警也注意到了。他拿起哈特的保温杯，毫不犹豫地倒掉里面的枸杞茶，接着又晃了几万下。可奇怪的是，一番检查下来却并没有发现异常，无奈只能放哈特离开。殊不知，就是这个小小的疏忽，将会为监狱添上一个大大的污点。等回到了牢房，哈特便迫不及待地倒出保温杯里的木头。而他之所以能够避开狱警的搜查，其实早就做好了应对之策。在狱警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同伴故意打翻装有铁钉的盒子，尽量争取足够的时间，而哈特则缩在后方，趁机塞入一大块毛巾，这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。眼下一切准备就绪，哈特便开始对着木块鼓捣起来。他瞪大双眼，死死地盯着手中的木块，争取不放过任何细节，甚至就连中间的毛刺也用砂纸打磨得干干净净。没过多久，钥匙的各个零件制作完成，紧接着再涂抹上胶水，小心翼翼地将零件组装起来。为了加速胶水的凝固，头顶的保温灯也成了天然的助力。2分半过后，哈特取出木头钥匙，确定了零件已经粘合结实，这才拿出图纸再次比对，接着进行最后的加工。经过了反复的精修打磨后，他终于做出了一把木质钥匙。随后哈特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向着房门缓缓靠近，接着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插入锁孔。他死死屏住呼吸，满怀期待地转动钥匙。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过后，铁门竟然真的被成功打开了。哈特瞬间露出了菊花般灿烂的笑容。可他还没高兴多久，却突然膀胱一扫，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。哈特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兴奋，而厚厚的钢门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，成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更加让人绝望的是，门上的锁孔竟然只能在外面打开。但事已至此，哈特决定先做好第2把钥匙。就这样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只要抓住机会，他就会拼命地记住狱警的钥匙，夜晚回到牢房偷偷制作。1个星期过后，第2把钥匙也终于完成。为了检验效果，哈特利用集体劳动的间隙，先是让狱友在远处放风，而自己则来到门口，开始对着锁孔测试起来。每当遇到卡顿的时候，便直接取出袜筒里藏匿的工具，现场进行打磨改动。让人兴奋的是，只是经过了几次简单的修改，哈特就轻松地打开了钢门。然而哈特试图将锁芯转回去时，才惊恐地发现钥匙不知为何却突然卡住，而他只是稍微用力，没成想钥匙竟然断成了2截。哈特直接被吓尿了。可偏偏就在这时，放风的同伴也发出了警告，所有人立刻继续干活，而哈特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用手指拼命地抠着锁芯。危急时刻，狱友赶紧从房间拿来起子，哈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立刻对着锁芯鼓捣起来。眼看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就连同伴也急得直拍大腿。万幸的是，在狱警赶来的前1秒，哈特成功地抠出了所有木屑，但锁舌却还暴露在外面。等狱警走后，哈特赶紧放下手中的拖把，迅速跑到门前，急得直接用手去砸。可几十万下之后，手都快变成猪蹄了，锁舌却没有丝毫动静。无奈哈特只能听天由命。就这样，他怀着忐忑的心情，生无可恋地躺在床上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制裁。很快狱警过来锁门，哈特犹如惊弓之鸟般抬起了头，本以为这次在劫难逃，谁料狱警看到露出的锁舌后，他只是扭头看了一圈，接着便又重新关上钢门。牢房里，哈特心脏狂跳不止，但等了半天却没听到动静，他这才长舒一口气。显然这次侥幸逃过一劫，可即便如此，也没有打消他逃跑的决心。没过多久，哈特又重新做了1把钥匙，但如何开门却成了难题。于是3人在牢房商量应对之策。这时狱友突然想到了好办法，可以在钥匙2端绑上线，然后顺着牢门将它传过来，通过手动控制，让钥匙精准地插入锁孔。然而哈特一听便立刻摇头否定，狱友也感到疑惑不解。If you can't turn it, it's totally pointless. 无奈几人只能另想办法。不料就在这时，狱警突然过来查房，3人被吓得哭腰呆住了，立刻闭嘴假装干活。狱警一把将铁门推开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Listen to me.
We were just talking. Perhaps. 牢房瞬间弥漫出紧张的气氛。好在狱警并没有多想，只是稍微看了几眼便转身离开。没过一会，卷毛便向着门口走去。在确认了狱警已经走远过后，他们这才放下心来。几人正准备继续商量对策时，金毛突然看向了卷毛手中的扫把，接着拿在手里端详了很久。随后他们来到门外，关上房门之后，更是直接拿着扫把比对了起来。而卷毛则在里面模拟。让人兴奋的是，扫把的长度刚好可以碰到锁芯。眼下唯一的难题就是如何转动钥匙。这天，哈特在木工房劳动时，突然惊喜地发现，狱友正在利用车床上的转轮，不紧不慢地加工着木材。一个大胆的想法瞬间在脑海中浮现。他先是准备了一块带孔的木板，紧接着又将扫把顶端钻个孔，用螺丝将两孔固定，而钥匙则固定在另一个孔上。原来他想利用转轮原理旋转钥匙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哈特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测试。他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插入锁孔后，接着又咬紧牙关，使出赤爷爷的力气旋转滑轮。没曾想，竟然真的起到了效果。哈特兴奋极了，可他还没高兴多久，却突然膀胱一扫，发现后方有一名巡逻狱警，似乎正向这边看来。哈特被吓得魂飞魄散，立刻准备拔掉钥匙。可糟糕的是，由于他太过紧张，竟然一不小心把钥匙掉在了地上。这下不完犊子了吗？万一明天被狱警发现了，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将全部白费。哈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。情急之中，他拿出一直没舍得吃的口香糖，一把塞入嘴里使劲咀嚼。接着他来到窗前，拼尽全力将扫把尽可能往外伸。原来顶端正是口香糖。哈特想利用其粘性将钥匙粘上来，眼看马上就要成功。正当他小心翼翼地收回扫把时，没曾想钥匙连同口香糖一起掉在了地上。哈特此刻焦急万分，情绪也在爆发的边缘。然而他却只能强行调整心态，继续努力进行尝试。因为口香糖的粘性也就这一回，哈特必须分秒必争。好在经过几轮的尝试，他终于成功地将钥匙弄了回来。危机解除之后，哈特这才安心地躺回床上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兴高采烈地找到同伴，迫不及待地分享这一好消息。三人瞬间看到了希望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制作剩下牢门的钥匙，而做成的零件都会被偷偷埋在地下，用来躲避狱警的突击搜查。1个月之后，所有的钥匙终于制作完成。三人商量晚上出去测试。哈特先是用枕头做了一个假人，随后和卷毛会合。两人光着脚丫蹑手蹑脚来到楼下，开始一把一把的测试钥匙。而要想从监狱逃脱，前前后后一共15道大门，自己更是做了39把钥匙，而且每个锁芯还不一样，必须挨个测试出对应的钥匙，并做好标记才能节省时间。然而他们刚测试了一个大门，巡逻狱警就走了出来，两人赶紧向后退去。此时上楼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只能藏在楼下的储物柜中。可让人绝望的是，里面根本不能反锁，而柜门又完全没法合紧，无奈只能捏住螺丝，但螺丝实在太短，手指没有发力的地方，没过一会便脱离了手掌。更糟糕的是，狱警已经到了近前，卷毛被吓得不敢进一步行动，两人躲在柜子里瞪大双眼，死死地盯着外面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，生怕惊动了外面的煞星。此时狱警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竟然有2个囚犯偷跑了出来，而且还藏在储物柜里。他像往常一样晃晃悠悠地走上2楼例行检查，由于比较懒散，以至于来到哈特的房间时，也完全没有发现床上的假人，随便看了一眼便转身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储物柜的2人悄悄打开了门，蹑手蹑脚地向前挪动。在确定了没有其他狱警之后，他们继续进行钥匙测试。没过多久，他们来到最后一扇大门，然而还没测出钥匙的时候，楼上却突然传来了脚步声。两人意识到狱警可能巡查结束，于是快速锁上铁门，再次返回到储物柜里面。而就在这时，狱警也刚好来到楼梯，不出意外的，他同样没有看一眼储物柜。等狱警走后，两人赶紧偷偷回到楼上。哈特被吓得双腿止不住的颤抖，但他还是强忍着恐惧把钥匙拆开，并藏在水杯之中。然而到了第2天早晨，3名狱警却气势汹汹地打开牢门，进来之后一言不发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。原来警铃足足响了半个小时，而哈特还在床上呼呼大睡，直到被叫醒之后，他这才慌张地站起身来。面对狱警的询问，哈特只能不停地道歉，可狱警显然不是傻子。And 20 years experience in this job tells me you slept through my bed because you're tired. And you're tired because you're not sleeping. Why aren't you sleeping? 但哈特却坚持闭口不答，狱警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命令手下对房间进行搜查。然而检查了一圈却没发现任何异常。谁料就在这时，狱警突然停止了手中的动作，转头看向了下方，而地上赫然散落着钥匙零件。哈特直接被吓得心脏狂跳不止。接着狱警捡起一块碎片，可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而哈特灵机一动，赶紧拿起旁边的照片，将其插入缝隙之中，并强行立了起来。狱警表示无语。What an utterly stupid idea. 眼看没有找到证据，狱警只能对着哈特一顿警告，然后悻悻离开。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，哈特意识到不能再等了，于是第2天
他找到了其他的狱友，准备邀请所有人一起逃离这里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到了这关键时候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打算跟着离开。原来他们都担心越狱失败，更承担不起被抓回来的后果。但离自由只差一步之遥。哈特三人没打算放弃，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今晚行动。很快，所有狱警下班离开，整所监狱都陷入了一片寂静。哈特也开始行动起来。他先是放出卷毛和金毛，几人迅速换上事先准备好的便装，一路小跑来到门前。然而他们刚准备开门，却突然听到楼下似乎有动静。三人缓缓松开铁门，方便突发情况向后逃跑。直到楼下的动静消失，他们这才继续行动。几人悄咪咪地摸到楼下，本打算暂时藏在储物柜中，以此躲避狱警的第一轮检查。可进来后才发现，原本准备的回形针却诡异地消失了。哈特在地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，无奈他们只能用手捏着。本以为会跟之前一样顺利，没曾想今天的狱警却拿着一个马桶塞子，径直向储物柜走来。原来就在刚刚，狱警的马桶突然堵住了，于是他便来到储物柜，翻找里面的塞子。可就在起身的时候，又不小心弄掉了锁上的回形针。可他也并没有多想，现在刚好趁着检查的时候，准备将塞子放回去。然而刚走到门口，楼上的狱友突然大吼大叫。此刻储物柜中的三人马上就要坚持不住，柜门也开始轻微的颤抖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狱警终于被喧闹的叫声吵得不厌其烦，放下手中的塞子便向着楼上走去。三人这才侥幸逃过一劫，他们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迅速跑出来之后，熟练地打开一道又一道铁门。没过多久，三人便来到了最后的门前。而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外面的大门竟然正在开着，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为即将到来的自由提前庆祝。随后三人强行压下心中的喜悦，在门前快速地穿上鞋子外套，打开了最后一道大门。可他们刚走出门口，便惊恐地发现墙头上竟然还有一个持枪巡逻的狱警。好在他们早有准备，拿出了一面小镜子观察情况，只要守卫转身走远，他们立刻向门口快速走去。就这样，三人依次来到了大门口，接着再用相同的办法走到大街上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悬着的心也没有放下，只是低着头默不作声地向前走去，直到迎面而来的两个狱警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身份。几人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，他们犹如脱缰的野马般，在这自由的世界中一路狂奔，畅通无阻地来到了车站。三人随便找了一辆出租屋，让司机直接开出边境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狱警像往常一样打开牢门，叫醒囚犯们出来报道。可唯独哈特几人迟迟没有动静。等狱警来到房间后，才惊恐地发现床上哪有什么哈特，有的只是一个劣质的假人。狱警是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么大一个活人，怎么就这样凭空的消失了呢？然而等他反应过来后，却为时已晚。三人早已坐车逃离了边境。本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他们本是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犯，在1991年被陆续赦免，之前一直以逃犯的身份流浪漂泊。喜欢记得点赞关注，我是小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